各位好，根据德国国际电视一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瑞典检察机关计划在未来几天内宣布终止对北溪输气管爆炸案的调查。据媒体称，瑞典政府显然无法在本国找到具体的嫌疑人。德国媒体认为，蛛丝马迹都指向乌克兰。难道现在乌克兰变成了背锅侠？对于如此高技术难度的行动，乌克兰真有能力去完成吗？我们记得北溪被炸后的第一时间，当时的波兰前外长 Radek Sikorski 在网上高调向美国表示感谢。到底北溪输气管是谁炸的呢？就要看谁是最大受益者，那么他就有最大的动机。估计网友们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在此，我想起了这个国家总统答记者问时说的这番话，大有玄机。If Russia invades, that means tanks or troops crossing the border of Ukraine again. Then there will be no longer a Nord Stream 2. We will bring an end to it. How will you do that exactly? Since the project and control of the project is within Germany's control. We will, I promise you, we'll be able to do it. 美国调查记者西摩·赫什2023年2月8日发表文章称，美国海军潜水员2022年6月在北约演习期间，在北溪管道上安装炸药。9月26日，由挪威海军飞机投下声纳浮标，引爆炸药，破坏了2条北溪管道4条管线中的3条。赫什还称，行动决定是美国总统拜登与国家安全团队进行9个月的秘密磋商后做出的。美国国防部随后向卫星通讯社否认美方参与破坏北溪管道。对于几乎相当于德国经济命脉的北溪输气管被炸一事，德国政府及媒体表现出出奇的沉默，这极不正常。而德国民间也没有任何人积极出面要求对此做水落石出的调查。对于这样的德国，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惊。我总怀疑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遮住德国这片天。而自诩以调查真相自居的德国 Corrective 为何不去寻找真相呢？还是这个真相不能公之于众，否则就会人头落地？北溪输气管的被炸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德国经济彻底掉入二流国家的开始。对中国一向咄咄逼人的德国政府，现在却这副怂样，不得不让人嘘吸呀。我想德国政府恨不得世界早一天忘记北溪被炸这回事，让时间来封存一切。今天德媒传出瑞典将终止对北溪被炸事件的调查，是否表明瑞典也不敢再深究下去？看来一件世人都明白的事，硬是变成了一件无头案，这真是对西方国家莫大的讽刺。好了，朋友们，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国际电视一台的报道。在瑞典，显然将终止对北溪管道袭击事件的调查，德国检察官现在可以从中受益。斯德哥尔摩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周一宣布的消息让人们坐立不安。他告诉瑞典媒体，关于2022年9月北溪管道爆炸袭击事件的调查很快就会有新的进展，不过目前还不清楚他何时能够宣布这些消息。根据德国国际电视一台、南德意志报和时代报的调查，瑞典当局显然希望终止与北溪管道袭击事件有关的调查，具体原因尚不清楚。该决定预计将于本周公布。自2022年9月波罗的海的北溪管道被炸毁以来，瑞典安全警察一直在调查此起严重破坏事件，因为其中一条管道也穿过瑞典经济区，协助德国的诉讼程序。不过，德国的调查仍将继续。联邦总检察长已责成联邦刑事警察局 BKA 和联邦警察进行调查。德国检察官现在有望从瑞典终止调查中获益，这是因为瑞典当局可以将证据交给德国同行进行分析，这样瑞典就不会提出起诉要求，而是协助德国的诉讼程序。
最初，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分别进行调查，并没有相互分享所有调查结果，因此获取瑞典证据对德国调查人员来说是重要的一步。联邦刑事警察局和联邦警察调查人员显然对2022年秋季爆炸后不久被瑞典军方扣押的部分严重受损管道感兴趣。德国调查人员希望将管道上发现的爆炸物痕迹与仙女座号帆船上发现的爆炸物痕迹进行比较。据当地调查人员称，这艘船仍然是可能找到肇事者的最热门线索。调查人员交换意见。根据检察官迄今为止的调查结果，仙女座号是在2022年9月通过一家波兰公司租用，或至少支付费用的。据说船员大概由5名男性和1名女性组成，他们乘坐这艘游艇从德国海滨城市洛斯托克起航。据猜测，可能是一名潜水突击队员在北溪管道中安放了爆炸装置，怀疑是乌克兰人。据说这艘船曾多次中途停留，包括丹麦克里斯蒂安索岛、瑞典桑德汉岛和波兰科尔贝格。在调查过程中，德国和瑞典多次交换意见，例如，瑞典检察官还访问了德国卡尔斯鲁尔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而德国调查人员最近也前往斯德哥尔摩，与瑞典人讨论了如何为德国的诉讼程序评估内里的证据。波兰不愿合作。另一方面，据说波兰长期以来一直阻止与德国的合作。据说仙女座号帆船在波罗的海航行期间，至少在波兰科尔贝格停留过一次。波兰海岸警卫队对船员进行了检查。当德国调查人员询问时，他们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信息。不过，波兰当局迄今为止尚未提供任何来自港口监控摄像头的图像。而这些图像有可能提供有关仙女座号船员的更多信息。瑞典以涉嫌严重破坏为由展开了调查。在德国，联邦总检察长以涉嫌故意造成爆炸装置爆炸和反宪法破坏为由启动了诉讼程序。丹麦也在继续调查输气管袭击事件。德国《明镜周刊》的报道稍有不同，比如最后这2个段落：2022年9月。北溪输气管的2条管道在瑞典和丹麦领海遭到爆炸破坏。鉴于袭击规模之大，调查人员很快认为这是人为破坏。俄罗斯一直通过北溪1号管道将天然气从西伯利亚输送到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直到供应停止。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袭击，北溪2号管道没有投入使用。目前尚不清楚谁对袭击负责，蛛丝马迹都指向乌克兰。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也凸显了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德国尤其依赖从俄罗斯进口廉价天然气。在进口限制和进口停止之后，德国能源价格暴涨。在德国，国家通过补贴来缓解成本上升的影响。我们现在看看德国国家电视1台推特官方账号上这一报道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开始的第一条评论键是这个：波兰现任部长之一发过的一条推文，谢谢你，美国。下图是北溪输气管被炸后的画面，其一码不言自明。下一条评论：这就是我们投票给选择党的原因，这样针对我们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才会真正得到调查，而不是被当权者推到一边遗忘。下一条评论：有意思的是，欧洲国家并没有分享他们的调查结果，这不是破坏，而是对德国能源供应的恐怖袭击。欧盟和北约盟国对这一恐怖主义行为的处理方式，简直就像后妈给予的待遇。下一条评论：因为很明显是一个北约伙伴干的。下一条评论：现在半个德国都知道是谁干的了，他们总是这样行事的。下一条评论：德国不应再向乌克兰多支付1分钱。下一条评论：大家只需看看谁从中受益。哎呀，经济部长哈贝克随即与美国签订了液化天然气合同，价格比普京的天然气贵5倍左右，这是真的吗？下一条评论：拜登在炸毁北溪2号管道问题上撒谎，我们会去做的。
好，这位读者贴出了拜登答记者问时说的一番话，我们再来听一次。If Russia invades, that means tanks or troops crossing the border of Ukraine again. Then there will be no longer a Nord Stream 2. We will bring an end to it. How will you do that exactly, since the project and control of the project is within Germany's control? We will. I promise you, we'll be able to do it. 下一条评论。当然，真相可能会惊醒一些沉睡的羔羊，而这是您不希望看到的。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被欺骗、被操纵、被愚弄。与你们相比，民主德国的宣传简直是大巫见小巫。下一条评论。我们终于知道是谁摧毁了我们国家和欧洲能源供应的这一重要基石了吧？当然，我们已经知道了，但我们不准说出来，因为那样我们就不得不与我们的盟友分道扬镳。下一条评论 ，Corrective 发现了什么？还是他们只对反对派的所作所为感兴趣？下一条评论，司法部长马可·布什曼的重要时刻终于到来了。对吗？贴图里的文字意思是，司法部长布什曼在接受 BAMS 采访时说：“我们是这样追捕输气管破坏者的。”这位网友贴出他的图出来，其实是希望司法部长赶快兑现诺言，快点行动起来。下一条评论，真相可能会让大部分人感到不安。下一条评论，还有什么？否则我们可能会知道一些不该知道的事情。下一条评论，举报美国人可就糟糕了。下一条评论，谁干的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已经毁掉了，而且永远不会重建。最后我们来看看德国《世界报》的读者评论。第一条评论，我的预测，调查将被终止，无论事实多么确凿，几乎没有人有兴趣指控乌克兰。下一条评论，有很多相互矛盾的猜测，所以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一目了然。例如，对北溪输气管的攻击对俄罗斯有利，因为它使天然气价格保持在天价的高位。下一条评论，从阿桑奇因涉嫌调查而被监禁时就可以看出，瑞典有多值得信任，尤其是在涉及美国利益时。对阿桑奇的指控并不属实，但他仍被关押，不久将被引渡到美国。如果瑞典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应对炸毁北溪输气管事件负责，根据证据，这是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那么瑞典将声称他们无法确定肇事者。顺便提一下，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德国，德国的检察机关并不是独立的。下一条评论，我宁愿相信乌克兰是幕后黑手。下一条评论，美国不会允许瑞典总检察长提出指控。下一条评论，没错，因为整个世界都有华盛顿控制。下一条评论，阿桑奇一案和输气管被炸案以典范的方式表明，欧洲国家没有主权，而是极大的依赖于美国。下一条评论，只有乌克兰人对天然气不再通过北溪管道有兴趣，其他人都没有。如果这是真的，德国将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乌克兰的援助。我只是担心真相不会大白。下一条评论，普通德国公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确切的真相，因为这肯定是令人不快的。毕竟这不是一次意外或自然灾害，而是一次蓄意袭击。因此，尽管肇事者不明确，但目标是明确的，而且已经达到，那就是对德国造成最大程度的破坏。下一条评论，对不起，德国哪里受到了损害？这件事和对俄罗斯的依赖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俄罗斯无论如何也不会提供任何东西，而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任何东西。这条输气管根本就不应该修建。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大家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了吗？
推特上网友的评论一般倾向于认为是灯塔国炸毁了北溪输气管，而德国《世界报》这家媒体上的读者则比较不同，甚至有不少人认为是乌克兰干的，或者是俄罗斯。有不少人还分析说，不可能是美国干的，因为美国不可能控制整个世界。有的读者还认为，根本就不应该修建北溪输气管，这样会对俄罗斯形成依赖。看到这里，我感觉德国人挺可怜，也很脑残，智商堪忧，连最起码的逻辑推理能力都没有。这也是德国这个国家向下沉沦的一个例证吧。好了，朋友们，今天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